我是无情道剑修中的倒数第一。结业当天，导师抓了个魔修，正欲手刃时，魔修声音凄凄，就因为我是魔修，所以我就该死吗？难道你们就没有堕魔那一天吗？正属第一握剑的手一抖，缓缓收剑。我认为不是所有魔修都该死。正属第二脸上浮现犹豫之色，似乎不忍心。在他们被道德绑架时，我找准机会冲上前扎穿魔修的心口。一群傻逼，魔修的花语是手慢无啊！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魔修被我扎死后，正属第一怒了，你凭什么随意了结他人性命？像你这样的人不配做正道修士。我抽出剑，懒得跟你说这么多，你不配听，打一架吧。话音刚落，两剑交接，我运作全身灵力聚于剑尖，不出一息，我背过身去。正属第一跪在地上，了无生气。看台上的导师们都懵了，全都站起来，并看向我的直系导师，难以置信。他不是倒数第一吗？怎么会这么强？我的导师摸了摸鼻尖，其实他偏科比较严重，只有一门0分，剩下的都是满分。其他导师哪门？我的导师人性与道德。其他导师看台上的嘈杂没有影响到我的操作。正属第一英年早逝后，正属第二继承了他的遗愿。他目光忧伤，方飞尽。那个魔修曾是我们的小师妹，她是因为没有战胜心魔才沦落至此。我也曾有魔族血脉，是大家包容了我的一切，让我走到现在。你难道真的不顾一点同门之情吗？周围其他的剑修忍不住附和。是啊，你怎能如此冷血？比起小师妹，我看你更像魔修。我不敢说，他刚刚把大师兄杀死时看起来好恐怖，这都不能算魔修了，得是邪修。只要有一个人站出来，身后就有无数人跟团，我深知这个道理。于是我握剑一划，正属第二被分成2半，现场顿时无比静谧。看向这群人，我环视一圈，朗声道：他以前是魔族，他这辈子都是魔族。一个铁头剑修反驳：魔也有好坏之分，难道所有的魔都该死？我冷笑：废话，他们不死我死。在成为一名无情道剑修之前，我是个穿书的普通人。这本书里只充斥着2个观点，一个是恋爱脑拯救世界，另一个就是人魔共存。哪怕魔族杀人如麻，嗜血残忍，只要他是主角，只要他展露一丁点的善良，所有人都该把他当成好东西。我扎死的魔修就是这样的女主，即使她靠杀人饮血为生，但因为救了书里的各路大佬，被捧在手心中，甚至为她抓来普通人供她享用。为了她，大佬们签订和平条约，各自安好，但并不约束己方阵营虚假的繁荣下，是隐藏至深的累累白骨。试问，普通人如何能与天生自带魔力的魔族抗争？他们不会在乎的，虽然我也不会。我将剑插在看台上，席地一坐。不服就跟我比一场，我方某这把大剑不斩弱小，只斩高手。其中有人跃跃欲试，他迟疑爬上了台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我微微一笑，掏出迷你剑。不过不巧，方某还有一把小剑，专斩菜壁。结业考试结束，我成了当之无愧的倒数第一。我质问导师，他们都打不过我，凭什么我不能当第一？导师和颜悦色，我们无情道结业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杀同门人得课就扣10分，所以通常他们都点到即止。所以导师，所以你的全部成绩被作废。那第一是谁？导师微笑，宗主的侄子。我抽出剑，眼神阴狠。你知不知道，我平生最恨关系户。导师叹气，别让我说得太明显，谁不知道你最喜欢杀第一名？本来准备补位的弟子，听到要当第一就威胁我们自尽，宗主没办法才让他侄子顶上去。那宗主侄子现在在哪里？导师连夜打包行李跑了。成功结业后，我还有个考察期，俗称渡心魔劫。心魔劫有很多种形式，最常见的就是情劫，所以他们总说看不破情劫，窥不到天机。由于我的名声在修真界已经坏到极致，所以我打算去人间界寻求机缘。我的第一个机缘是某个国家的少将军。我们的相遇是件很俗套的事，
他被人追杀，我恰好出手就下了他。从此他非我不娶，是要立下赫赫战功来求娶我。我们修士是很讲因果的，救人为因，若他因我丧命，我就得承担果。所以我自告奋勇跟他一起上战场，即使来到人间界，我被压制了灵力，但所有人也不是我一合之敌。有我相助，从此他官衔节节攀升，我们理所当然结为夫妻。可婚后第2天他就领兵回边境驻扎，还不许我同行。我很疑惑，明明有我在他就能所向披靡，战无不胜。少将军沉默片刻，只告诉我不能总依靠你，我也想成为你的依靠。在我还未穿书之前，我从未交过男朋友，也不懂男女之情，但这番话有点隐秘，触动了我的内心。我承认我并不喜欢他，只是觉得他可能会成为我看破情节的一个引子。对于这种愧疚感的产生，我最终选择了放养他。我等了他3年，在我等到无比厌烦，准备回修真界跟魔修大战300回合时，他回京了，还带回来个女子以及小孩。那个女子相貌有些眼熟，察觉到我在端详她，就慌忙躲去少将军身后，声音怯怯：“夫君，他是谁啊？”我挑了挑眉：“夫君，喊得真亲密，连孩子都这般大了。”少将军轻咳：“芳菲，我知道你是最懂事的，晚上我再好好跟你解释，你先安顿一下他们母子吧。”我微微颔首：“行。”说罢，我从屋里拿出自己的剑，少将军明显脸色一变，将母子俩护住。“芳菲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我用袖子擦了擦落灰的剑身，吹了口气：“别害怕，我的剑从不斩向妇女儿童。”少将军这口气还没松完，我已经将那女子一剑封喉，语气遗憾：“但可惜你的情人既不是儿童，你的孩子也不是妇女。”少将军疯了，他不要命地朝我攻来，崩溃大喊：“你为什么不能放过她？她只是一个弱女子，你连这点容人之量都没有吗？”我抬腿就是一踹：“护不住她是你没本事，当然没有说你护得住自己哈。”少将军，他感到无比屈辱，你永远都是这般桀骜不驯，若不是你太过刚强，我怎么可能会移情别恋？别人家上有3妻4妾，我只不过想要一个能够体贴我的知心人，我有什么错？我扯了扯嘴角，勾出讽刺的笑容：“我不是给过你机会了吗？是你说非我不娶，也是你说要成为我的依靠，以至于我差点忘了，男人都有劣根性。在我曾经所处的时代，一夫一妻制都有人耐不住寂寞出轨，我凭什么又能相信已经被封建制度同化的男人？”夫妻双双把家还后，那个被遗留的孩子呆愣在原地，我擦掉剑上的血，递给他：“你想杀了我吗？”孩子拼命摇头，试图抱住我的大腿：“娘亲。”只是眼神里的阴狠与算计根本藏不住。刹那间，人头落地。年纪这么小就知道隐藏自己的情绪，此子心机颇深，断不可留。外面察觉异响的士兵冲进院里，欲与天公试比高。由于杀得太过上头，跑了个漏网之鱼，我提步去追，将那人斩于剑下。杀人了！我不慎被路人发现，他抖着身子，转头就准备去报官。一队禁卫军却提前赶来围住了我。陛下有令，请将军夫人觐见。端坐高台的皇帝看向我的眼神很是冰冷。见到朕，为何不跪？我在殿下站得笔直，闻言不卑不亢的回话：“抱歉，骨头天生比较硬。”皇帝气急反笑：“好一个骨头硬，那你告诉朕，是不是你杀了袁心？”我一愣，袁心是谁？还敢跟朕装傻？朕派去保护他的暗卫全部没了消息。将军府无一活口，有人还撞见你当街杀人，你敢说你没有杀了袁心？我恍然大悟，你说的就是我夫君带回来的那个女子。皇帝陷入追忆：“不错，正是她。袁心曾与朕患难与共，互许终身，是朕心头挚爱。”我也若有所思。所以他身边那个孩子不是我夫君的啊？那孩子看上去也3、4岁的样子，估计我那苦命的夫君是做了接盘侠。你说什么？皇帝陡然激动：她怀了朕的孩子。他们现在哪里？我露齿一笑：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要告诉您，您想先听哪个？皇帝微微蹙眉，有些不耐烦。好消息。
好消息是，您的挚爱当了我夫君小妾，所以我把我夫君杀了，他再也得不到您的女人。皇帝，那坏消息呢？女的我也杀了。皇帝，来人，给朕把他拿下。皇帝气急败坏的声音一出，无数禁卫军鱼贯而入，场面比我结业考试那天还要大。他咬牙切齿，朕不管你有什么通天本事，到了朕的皇宫，你还以为你走得出去？实话说，我仅凭我一人之力，确实对付不了这么多。修真界的修士进入人间界会被强行压制修为，最多保护你不会随意被凡人杀害。我叹了口气，站在原地不动弹。皇帝冷笑，你要为你犯下的错承受该有的代价，来人将他打入天牢，凌迟处死。为首的禁军统领刚拿出镣铐，我已经挣脱了天道束缚。天道束缚让我无法使用多余的灵力，但修真界流传着一种说法，只要你的实力够强，就有机会挣脱束缚，代价是会被天道标记，难以飞升。源源不断的灵气涌入我的体内，形成了保护罩，任何人都进不得我身。皇帝终于看出了不对，他后退一步，你竟然是修士，私自动用灵力，你可人间界的规矩？我歪了歪头，那你可知我的规矩？什么？我两指翻飞，祭出一面漆黑的旗帜。我的规矩就是拦我的都得死，不过你是人皇，我可以降低标准。皇帝微微松口气，毕竟是在人间界，皇帝心想他再出格也出不到哪里去。可他并不知道上一个松口气的已经退圈了。我垂下眼帘，挥手扬帆。这件法器伴我良久，始终未曾取名，就在刚刚，我终于想好了它该叫什么。皇帝隐约感觉到不对，张口就要喊人护驾。我微微一笑，此物名为人皇幡，请人皇赴死。人间界最上方出现浓郁黑云，我处在漩涡最中心，黑云一卷，我被裹挟回了修真界。身上多道锁链加身，审判台站了好几位大佬，其中就有我的导师。导师生无可恋，我知道你会出去惹事，但我没想到你能这么会惹事。我开始装莽，老师你说什么呢？我听不懂。导师，你身上的锁链是判罪链，链子越黑，证明这个人杀孽越重。你到底在人间界干了什么？杀猪吗你？杀这么多？说来话长，我选择保持沉默。导师，仙盟主理人打断我们的叙旧，居高临下望向我。方飞进，你可知罪？我无罪。放肆！你以为凭你一己之言，我们就会相信？判罪链从不说谎。我挺起胸膛，在修真界，菜才是原罪。仙盟主理人沉下脸，可你是在人界犯下的罪。我纳了闷，那么多历练的修士，谁敢说没去人间界杀过人？你只审判我算什么？导师偷偷传音，你杀错人了。神界有2个仙君下人间界渡劫，劫还没渡完就被人杀回神界，现在上面给我们施压，要求严惩凶手。我了然，普通人死了没人管，关系户死了就重拳出击是吧？我抓住锁链狠狠一扯，所谓的判罪链在我手里尽数化齑粉。人皇幡再度出现在我的手中。导师眉心一跳，徒弟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的法器名为人皇幡。导师隐隐感觉到不妙，徒弟，你的人皇幡怎么一直在冒黑气啊？是正经法器吗？不信的话，你可以进来看看。疯了吗？自己人都想害。主理人似乎很生气。仙盟成立这么多年，这是第一次有人如此挑战他的权威。大胆，你是想造反吗？我掏了掏耳朵，叽里咕噜说什么呢？造反这词是这么用的吗？还真把自己当土皇帝了。真皇帝我都杀了，不差这个狐假虎威的。人皇幡在我手中变大，黑气随之越发浓郁，黑的能滴出沫来。不祥的气息瞬间笼罩了在场的所有人。主理人瞳孔地震，身体完全无法自主移动，眼看快被吸进幡内，一道灵力打断我的施法。住手！声音婉转清亮，我循声望去，看到了2个人，一男一女，一黑一白。我皱眉，干嘛？想抢业绩？女子表情难看，看我的眼神冰冷刺骨，而她身旁的男子的目光同样不善。
你就是方飞进。是我，阁下有何指教？男子忽然伸出参天翅膀，獠牙毕现。你竟敢害袁心身魂分离，我要你付出代价。代价，又是代价。除了代价，没有别的说辞了吗？女子眼唇轻笑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我这才仔细端详起她的容貌，脑海中瞬间划过2张脸。我说怎么这么熟悉呢？原来都是那个魔修女主。当主角就是好啊，怎么杀都杀不死。我羡慕地吸了下鼻子。袁心靠在男人肩膀上，一派弱柳扶风之姿。方飞进，若你肯投降，我们也不是不能给你一个痛快。要是我猜的没错，他旁边这位就是妖王，别人吃肉他连口汤都喝不上的究极大舔狗。可惜了，我对舔狗过敏。诸天气荡荡，万法伏鬼藏，起万把灵剑从他们主人手里飞至我的上方，组成绝杀剑阵，只看一眼就没有勇气生出抵抗的心。仙盟主理人脖颈僵硬，扭向导师的方向。他居然会万剑归宗，这不是你们剑宗的不传神技吗？导师抿了抿唇，考试第1名可以学。主理人搜寻记忆，你们上报的第1名并没有他的名字。导师，他杀了199个第1名。主理人，他忽然意识到自己是不是不该得罪这人。魔修都没他狠。万剑归宗不愧是神级剑招，一个剑阵丢过去，妖王的翅膀瞬间化为枯骨，他咬牙跪倒在地，用尽全力使出自己最强杀招。黑红火焰开始蔓延在我周围，升起滚滚浓烟。他呸了一口，你该庆幸，这招只在我抢夺妖王之位时用过。他哈哈大笑起来。一息过后，我右手握剑，左手将浓烟扇开，嫌弃地捂住鼻子。妖王笑声戛然而止，他声音颤抖，你这把剑什么来头？我掂了掂，笑意吟吟，你说这个啊，从前下山历练遇到个妖王，他没打过我，自愿把背骨抽给我练剑。妖王，这妖王人也怪好的。妖王，真的是自愿吗？妖王斟酌片刻，果断选择跑路。笑话，我怎么可能让他跑掉？一手剑阵2度开发，直接将妖王钉在地上，妖王就此陨落。在场的所有人都妈了。导师感慨，就算他现在突然飞升成神，我也不会感到任何意外。主理人，他不想说话。我收拾完妖王，抽出剑甩了甩血，一抬头跟袁心对视上。我笑了笑，刚刚是谁说的给我一个痛快？袁心，他战战兢兢往后退了几步，忽然崩溃。我到底跟你有什么仇？你杀了我一次不够，又杀我一次。别紧张，我不打女人。袁心不肯相信，你在人间界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。好吧，其实我男女不分，受死吧。我谨记反派死于话多，一剑扎穿他的脖子。袁心，他断断续续开始诅咒我，你会不得好死。我压根不在意，诅咒我的人多了，你算老几？血腥残暴的画面引起众人不适，有好几个大佬已经偷偷遁走，只剩下了头铁的主理人和我的吃瓜导师。我只给你一次机会。主理人，什么机会？你想站着死还是横着死？主理人懵了，不都是个死吗？看来你都不喜欢，那我就把你细细切作臊子吧。主理人，又解决完一个，导师仰天长叹，你是我见过最适合修无情道，却又最不适合的修士。我切臊子的手一顿，此话怎讲？导师笑而不语，天机不可泄露。我也笑，我最讨厌谜语人了。导师，友军，求放过。仙盟主理人被杀，仙盟向全修真界发布了我的通缉令，依旧只悬不赏。抠门仙盟，活该没人帮你们抓我。我照样在修真界来回晃悠，时不时杀人夺宝。最近我还在某个秘境学会了一种可以吸收别人修为的修炼秘籍，不过只能在别人濒死时吸收。哇塞，这简直为我量身定做的。靠着这本秘籍与我的人黄帆，我一路跃至渡劫期，但是想要飞升，我得等一个契机。导师在100年前寿元耗尽，给我留下了一句话：命运的馈赠是带毒刺的话。其实这些年我已然想明白了，那本秘籍就是阻挡我飞升的绊脚石。
使用越多，我离飞升之路越远。但是有道具不用，我于心难安，所以我不再纠结了。我继续延续之前的道路，有宝就抢，有仇就报，有狗就踹。从此，无情道失去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倒数第一，但邪修迎来了他们的耶路撒冷。我自认天下无敌，高处不胜寒，却没想到天上来敌。那是一个很明媚的晴天。我刚打劫了几个世家子弟的储物袋，神界钟鸣炸响，预示着有仙人下界。哪个仙人吃饱了撑的跑我们修真界来玩？我握剑的手微微颤抖，幸福来得太过突然，我都不敢想，要是我能吸收一个仙人所有的修为，我会有多么开心，甚至能一举冲破大关原地飞升也说不定。但我忽然迟疑，据说无故入仙是会被天道诅咒降罪，本来我的飞升就有点摇摇欲坠，万一再干票打的，可以打他的脸，但不能一直打，他会打死我的。算了，还是多找几个修士杀吧。一道愤怒却压抑到极致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：方飞进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声音好耳熟，像我前夫哥。我打眼一看，果不其然，原来传说中的关系户之一就是他啊。哟，找得挺快，鼻子比狗还灵敏吧？前夫哥掏出自己的法器，故作怜悯：你再怎么激怒我都没用，你杀了我一次，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过你。绿帽侠。不过念在我们感情的份上，等你轮回十世受尽苦楚后，我会来接你去神界。绿帽侠给人养儿子养得爽不爽？前夫哥，闭嘴！仙人下界会同我去人间界一样压低实力，所以他根本不足为惧。无故入仙会被惩罚，那仙人动手我反击，可就不能怪我喽。我掏出法器与佩剑，前夫哥摇头：方飞，别反抗了，仙人与修士本就有天壤之别，这是你终身无法逾越的天堑，你认命吧。我松开手，长剑已经给他的身体捅穿一个大洞。那不好意思，我们修士呢，最擅长逆天改命。前夫哥表情不变：你明知道我死不了。我腼腆地低下头。前夫哥，你的修为好香。源源不断的仙力猛灌我的周身，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畅快。他终于发现了不对劲。你在吸我的修为？现在才发现？晚了。我弯了弯眉眼：你在人间界一天是蠢货，你这辈子都是蠢货。不可能。你怎么可能杀得了我？我是仙人啊，你不过就是个蝼蚁，你居然敢入仙？我嗤笑道：说你蠢你还不承认，你以为我白激怒你对我动手啊？前夫哥受了巨大打击，心智开始溃散。作为前妻，我好心将他请进了人皇幡里。我啧啧赞叹，不愧是鸿蒙子气，就是纯到发黑。虽说吸收了前夫哥的仙力，可渡劫期的灵脉就跟无底洞一样，比我还贪。既然质量不行，那就只能量变引起质变。我可听说神界不少仙人不思进取，个个都想着去人间界渡劫混资历。我拍了拍人皇幡：修仙不努力，那就全都进我人皇幡里做兄弟。这次为了挤进人间界，我付出了巨大努力。天道怕我又搞破坏，强烈拒绝我的申请，我只能跟他讲道理。我保证，我再也不祸害修真界的修士，这次下界是为了坑仙人，反正神界不归你管，你也讨厌他们吧。天道沉默很久，降下神音：你发誓。我熟练举起手开始发誓，我向天道起誓。天道，敢骗我就别想飞升。我讪笑，没必要这么绝吧。我们双双沉默。最后天道还是偷偷给我开了门。仙人其实很好找，他们舍不得吃苦，就连历劫都要挑个尊贵的身份。我很快锁定了目标。不过还没等我行动，这几个国家发动了战争，原因是为了抢一个女人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那个女人我一定认识。真是难搞，要杀的人太多了，根本忙不过来。我叹了口气，站在这个世界最高点，将人皇幡插在地上，抬手引天雷，指地裂苍穹。没了人间界，我倒要看看他们拿什么历劫。人皇幡中的灵魂数量开始爆发式增长，这样转瞬即逝的变故，就连天道都没有反应过来。等他发现人间界已经彻底消失时，他雷霆震怒，降下天谴：劫云雷电，风暴漩涡。世界末日也不过如此。
天道将重心放在我身上后，那些被打断渡劫的仙人们强开天门，要将我就地诛杀。我死命睁大双眼，牢牢记住了每一个仙人的脸。修士的身躯总有一种神奇的力量，哪怕我被天谴雷罚劈得血肉湮灭，可我的骨架仍伫立不倒。天道降世，问我可悔。我的手骨握紧人黄幡，费力向天一挥。即使已经说不出话，但我依旧要告诉他，我方飞尽，恶贯满盈，自私薄情，坏事做尽，为世人所不容，那又如何？我不悔。我的前半生没有后悔，全是回味。今日不论成功与否，我只求问心无愧。浩大的雷劫冲破天罚，我的心境通明，被禁锢的境界在此刻彻底松动。飞升天劫名为问心，再不情愿，天道还是不得不赶鸭子上架，探查我的内心。天道，你可有邪念？我不曾。天道不信，但他确实没发现邪念的产生。在我踏上通天门前，他还是没忍住问我，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我明明给了你那本秘籍，你修了邪术，本就永绝仙途，可你不仅渡了劫，你甚至还没有邪念，你难道没有一丝对死在你剑下之人的愧疚吗？我轻笑出声，我只在乎自己。从来到这个世界后，我的唯一目标只有成神。众仙云集，非但没能杀死罪魁祸首，反而助了我一臂之力，我光是想想就觉得心情不错。直到我在人群中看到了袁心，看样子他显然也是偷懒去历劫的其中之一，只不过他比别人马甲厚。他不再凑到我跟前来找抽，我都有点不太习惯了。众仙目光不善，我活动了下筋骨，刚打算给他们来个隆重的见面仪式，就听见有人喊我，方仙君，帝君有请。帝君是真帝君。我本以为又是被我打乱历劫要找我寻仇的老熟人，见了面才知道，帝君是整个神界中最后一位神明。神界里仙多神少，说出去都好笑，但帝君不愧是做了这么多年的管理员，他面不改色，礼貌询问我可否让我看看你的法器。我将人黄幡递出，帝君惊呼，好厚重的鸿蒙紫气，我骗骗自己得了，别把我也骗了。他一眼看穿我的想法，笑着说，你这都不能算是法器，得算是神器。藏匿这么多的凡人灵魂，竟然还没有被撑坏，他担得起神器之名。我一怔，你知道？帝君笑而不语，没收了，等我消散那日，我自会送他们去投胎。没收就没收吧，反正他已经尽到了该有的职责。收完法器，帝君随意挥手，我们一步唤行到了其他地方。你跟下界天道的对话我都听到了。帝君背对着我，语气不急不缓，没有一点质问。实话说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人能够成功飞升，他们大多败在了自己的贪欲上。他们不能飞升，是因为还不够贪。帝君，他轻咳两声，但你却比其他人多了一份韧劲，保持初心这种事，说得容易做起来难，可你一次都没有偏离过轨迹，是什么让你坚持到了现在？藏在我心里多年的秘密，我沉默片刻，还是选择开口。我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人。帝君点头，有点意思，继续。这个世界是一本由某个人编撰的故事所组成，我误入其中，一直想要找到回去的办法。帝君微微一笑，是因为有所爱之人还在世上。不，我冷笑，我要乘神撕裂时空，去找到写下这个破小说的烂作者。我在网上黑了他3年，他气不过，说要送我一场穿越之旅，所以我回去第一件事就是把他的稿子全部删了。帝君，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恨比爱长久吗？帝君感觉自己有所感悟，他打断我的回忆，正眼与我对视。我不能理解他的操作，帝君。帝君的眼中盛满笑意，语气无奈。你还没猜出我是谁吗？我老实摇头。帝君伸出手，将一朵带刺的花放在我的手心。你不适合做无情道修士。我僵硬的思维飞速转动，第一次被震惊到。老师，原来你也是不学无术的烂神。帝君，放尊重点，我下界是为了寻找自己的衣钵传人。那找到了吗？帝君指尖轻触花瓣，它化作一抹流光钻入我的眉心，我隐隐感觉到自己开始变得不太对劲。
我从很久之前就已经找到了。有心似无心，有情似无情。帝君开始缓缓消散。小晋，你从拜入我门下开始就一直叫我老师，什么时候才愿意叫我一声师尊呢？我感动不已。师尊，我有句藏在心里的话一直不敢说，你愿意满足徒弟吗？帝君，当然，只不过我时间不多了，你长话短说吧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目光坚定。老登，你该退位了。养到烂徒弟，旧神陨落，新神接替，这对于神界里的仙人来说并没有太大关系。他们聚在一起只为商讨一件事，怎么能把方飞晋干掉。被制裁过很多遍的袁心理智拒绝了加入团伙，他还年轻，不想再死一次。在讨论了3天3夜后，计划雏形敲定，只等方飞晋出现。可他们没能等到方飞晋，只等来了新神传唤。新神严肃冷酷，铁面无私，照理说他们应该庆幸这样的神没有私情在身。但谁能告诉他们，为什么新神是方飞晋？番外，我是个很记仇的人，围攻过我的仙一个都别想跑。令我意外的是，袁心并没有参与这次团伙作案。照理来说，他应该最恨我。如果没有我，他将会在众大佬托举下以魔身成神，享受无上荣光。我没多想，烂作者写的烂小说出现 bug 很正常。收拾完仇人，我专程让一缕分身去修真界宣扬我的事迹。听到修真界大毒瘤成为新神后，无数修士境界全部倒退，我满意地点了点头。这样最近应该就没有什么修士会飞升，我能偷点清闲时间去清算一些旧账。撕裂虚空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定点，在沸腾不灭的恨意中，我终于找到了作者本人。作者身形娇小，体态虚浮，常年不见天日的他皮肤苍白又沧桑。见到我突然出现，他吓得键盘线都给扯断开。你谁啊？你还记得方飞晋这个 ID 吗？作者迟疑点头，他可是我的头号大黑粉，在网上坚持不懈喷了我好多年。我实在受不了了，就把他写进了我的小说里当炮灰。不过说来也怪，他已经很久没有来骂我了。我缓缓凑近，在他耳边恶魔低语：我就是方飞晋哟，还得多谢你诅咒我穿书，不然我怎么可能顺着网线找到你？作者无比惊恐，他咽了咽口水：你别冲动，打人犯法。我不打你，我只是来完成我的梦想。什么梦想？作者开始思维发散，你不会是因恨生爱喜欢上了我，所以想来看看我的真容？我操控神力清除了他的所有稿子，未公开的全部永久清空，公开的全部下架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把他脑袋掰正，让他亲眼看到我发在公共平台上的一句话：本人抄袭方飞晋小说的所有内容均已下架，感谢相遇，已退网。等作者清醒过来时，房间内已经没有了我的痕迹，只留下崩溃到极致的尖叫声。我没有抄袭，融梗的是，怎么说抄呢？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